就在昨天，我营战士例行巡逻的时候，却遭到了鲁尔总统护卫的无端辱骂。他们甚至用到了"混蛋"这样的词语来公然侮辱我中国军人。既然有这种事儿，对于这件事情，我中国维和步兵营强烈要求，必须要有人对此次事件负责，并且向我们的战士当面道歉。高营长，这件事情你有证据吗？这个 U 盘里面的所有视频，记载了整个事件发生的全过程。那就好办了。和鲁尔见面的时候，我会向他施压的。中国维和步兵营服从联赛团的所有任务安排。欧阳女士，请您转告鲁尔总统，政府部门必须要有人出面为这件事情负责。我不能看着我的战士流血流汗，冒着生命危险，还要忍受他人的无端辱骂。中国军队有自己的责任和尊严，我们也绝对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无端挑衅。高营长今天十分不一样，我们会对这件事情负全责的。中国维和部队遭受的侮辱，也是对我们联赛团的侮辱。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教训，我们会给出一个歉意。没有任何人可以忍受这样的事情的发生。我作为联赛团的特别联赛代表，我会一并向鲁尔政府继续施压，并且提出让鲁尔政府为我们道歉的要求。我们的战士代表联合国来维和，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就是为了捍卫塞利亚的和平。但是我们绝对不允许有人侮辱我们的祖国。整个过程中，中国维和部队的表现很有风度，没有任何的过激行为。我会处理的。总统先生，这不仅仅是只对中国维和战士的侮辱，更是对联赛团以及全世界各个国家维和战士的侮辱。因此，此次事件事关政府对维和部队的态度，我觉得这恐怕不是私下处理就可以解决掉的事情。等我一经查实，我会让他们到中国维和部队道歉，在公众面前郑重道歉。有关维和部队加强警卫的问题，我们会等你的答复。我们会尽全力解决这件事情，放心。我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，你们自己去向中国维和部队道歉，就别滚回来了。当时我们喝多了。总统阁下，如果我们去了，您以后在中国维和部队面前，怕是抬不起头了。哼，你们两个蠢货，赶紧在我眼前消失吧！蠢货，你们两个现在就去给中国的维和部队道歉去，马上就去。总统先生，增加巡逻范围，这分明是在分割您的权利啊！联赛团一直以来有意地偏袒马努特。是的，我知道。马努特的势力还在日益增长，我们不得不防范。总统先生，不如就顺水推舟，找个理由把维和部队给踢了。我会考虑的。最近发生的事情真让人感动。任何时候维护国家的尊严，都是我们最后的底线，是永远不能触及的底线。刘天琴只是一名普通战士，
但他用自己的果敢、冷静，守住了整个国家的形象。我们是维和战士，我们当然要遵守维和行动各项原则，但这坚决不意味着我们在面对国家被侮辱、底线被践踏时要忍气吞声。我们不卑不亢，一定会在不损害维和原则的基础上，用自己的方式讨回公道。这才是我们这支军队最悠久、最光荣的历史和传统。我们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们的身后永远是几百万的战友，我们永远生死与共。营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到饭点怎么不去吃饭去啊？烦，没胃口。大小伙子还没胃口？你这样，去趟操场，有任务给你安排。是。打起精神来。是。去吧。我们来这里，是为侮辱中国士兵而道歉。这件事是我们的责任，跟我们的总统没有关系。总统没指使我们这么做。我们会自己承担一切后果，希望获得你们的原谅。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们。我代表中国维和部队接受你们的道歉。哎，来了。想家了？没呀。想嫂子了？说什么呢？想儿子了？想儿子了。照张画的。这小子画的真好，长大了当画家吧？哪有？这是埋怨我来呢。看看，大海，海边，一天到晚吆喝着，让我带他去海边玩。咱们老执行任务，总是骗他。这回好了，直接出国维和了，又骗了我大儿子一回。没办法呀，有任务在身。哎，但是嫂子真是好样的。哼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咱们不是要来维和吗？走之前，我跟昭昭说，老昭，爸爸呢要出去执行任务。他说，爸爸，你要去哪儿执行任务呢？我说，爸爸要去非洲。然后我儿子问，你跑那么远干嘛呀？我就跟他说，昭昭，在非洲有好多像你这样的小朋友，他们没有人保护。爸爸就是要去非洲保护他们。你猜我儿子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我儿子说啊，爸爸你真的太伟大了，我也要像你一样，我要和你一起去非洲保护那些儿童。我跟他说，儿子，你比爸爸还要伟大，因为你要留下保护你的妈妈。
这话说的漂亮。哎呀，周周啊，像咱儿子。羡慕啊？能不羡慕吗？你也生一个呀？我没那个福气。早着呢，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我怎么保护别人呢？那你觉得童医生，你能保护得了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这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是不是觉得配不上人家？肯定的呀，人家长得那么漂亮，工作能力这么强，在人父母眼里，那肯定也是个掌上明珠，怎么能配得上人家呢？告诉你，真正喜欢一个人，那就是从觉得配不上他开始的。不是，再说了，我兄弟啊，那只有别人配不上我兄弟的份儿，哪有我兄弟配不上别人的份儿啊？哎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一定配得上他。哎，现在是没那个想法做后方，转业之后再说吧。老聂啊，有个事儿呢，我一直没跟你说，是不是兄弟？有事瞒着是不是兄弟？不是，这次维和结束以后，回国了，我就转业了。转业为什么呀？是不是我最后一个知道的？不是。殿下，到。跟我走了一圈，有什么感受啊？不管看多少遍，都让人热血沸腾。虽然这儿的一切咱们都已经烂熟于心了，但是每次来，我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触。殿下，到。你可是咱们旅的一面旗帜啊！政委，您把我叫来，不是就为了怀念这些峥嵘岁月吧？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还真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谈。您说。我们旅的一些干部要面临转业，我是政委，接下来要跟面临转业的同志一个一个沟通。在这支队伍里，你的资格最老，不管从军事素养、政治觉悟等等方面，你都是顶尖的。你是我们旅的定海神针呐。所以，我跟旅长商量了一下，想跟你提前沟通一下，看看你能不能起个带头作用。要是你答应了，其他的同志那工作可能更好开展一些。政委，您是了解我的，我是咱们旅战士提干，军校毕业以后，继续回到旅里工作。这么多年了，在旅里待的时间比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多。我热爱军营，我喜欢这身军装，我甚至都不知道，脱了这身军装，我还能干什么。但是，我是一名军人，是一名党员。如果组织需要我带这个头，这个头我一定带好。
我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。别想，你要理解我的心情啊。不管是转业了，还是留在部队，我们都是以自己的方式，在为祖国、为党、为部队做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。你放心，你要相信组织，组织一定会安排好你转业之后的事情。你个人有什么困难，部队一定想办法。我绝对相信组织。政委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你说。我想参加这次维和行动。这件事情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，只要条件允许，我会优先安排这件事情。谢谢政委。应该是我谢谢你。你放心的去参加维和任务，家里所有的事情，组织来帮你解决。我们等着你凯旋归来。没事儿，反正我都想好了，而且组织也给安排了工作。我亏欠你嫂子太多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嫂子嫁给我之前，那是一个连油菜和白菜都分不清楚的人。这么多年，她一个人照顾昭昭，哎，辛苦她了。再说了，我得带我儿子去海边玩啊，要不他埋怨我一辈子怎么办？尊重你的选择，当兄弟的，你怎么决定，我都义无反顾的支持。真羡慕你，老边。我来塞利亚这么长时间了，部队里发的补贴，我都给存起来了。给咱儿子当奖学金。你少来这套，看不起我是不是？不是，谁看不起你了？你不拿我当兄弟是不是？哎，没这个必要。什么没这个必要？这是我的心意，是你儿子也是我儿子。以后再说吧。羡慕你啊，羡慕你这么幸福。老聂，总有一天，你也会像我这样的。家里最近怎么样？家里，挺好的，媳妇孩子都挺好。好。想没想过，这次维和任务结束之后，回去有啥安排？打算？那还能什么安排啊？这不眼瞅着明年全军大演习，我还琢磨着，哎，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，你还别说，咱俩搭班子这么长时间啊，我真从你身上学了不少新的作战理念。我决定回去以后马上把这事儿向旅长、政委好好汇报一下，大干一场。啥意思啊？啊？我怎么提演习这事儿你一点都不兴奋？不是你做好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一想着回去，明年要搞演习，我是成宿睡不着觉。老高，你答应我，如果说
咱回去了。演习的时候，我红你蓝，咱说好了，谁也别手软。我明白你，老胡。你说这么长时间了，眼瞅着该回去了，不愿意想这事儿，你还是给提起来了。你说咱们全营这几百号子兄弟在一起摸爬滚打这么长时间，回国以后马上要各奔东西，心里边啊还真是有点不舒服。先别告诉兄弟们了。这你放心，凝聚人心是大事儿，这我肯定不含糊。我懂你意思，你放心啊，真有一天咱哥俩分道扬镳了，我红你蓝，我一定不会收拢，至少对得起咱俩的交情啊！输定了，我跟你说，还不一定呢，试试吧你。战士们情况怎么样了？尤其是那些即将参加维和行动的战士，要做好他们的工作。报告刘副司令，士气很好。不过这个消息我还没有告诉要参加维和任务的战士，我想等他们结束任务，回国之后再宣布。我现在主要担心的是你的思想上想没想通啊？我想通了。你没想通，不论想通与否，我都会坚决服从组织的命令。服从命令是服从命令，想通是想通，这是两码事儿。那您既然让我说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我们这个旅虽然组建不到10年，但是我一直为我们这支部队感到骄傲。我们旅在全军比也不差，为什么这次又要打散？实事求是地说，能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成绩的部队确实不多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正是因为你们特战旅的优异，才要让你们变成无数个细胞注入到今后新组建的部队中去。你们是用特战旅的涅槃，为今后创造出更多新鲜的优异的血液。特战旅就是种子啊，这样的种子越多越好，它们会长成参天大树，守护我们国家的疆土。只有这样，强军梦、强国梦才能实现。我明白了。报告副司令员同志，我们一定会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。好。老板他们来了，进来吧，坐吧。这家餐馆虽然小，但是非常的美味，尝尝。我不太明白。快点吃吧。恭喜你们，现在已经成为了全塞利亚最有名的人了。虽然不是很光彩，但你们也因此付出了代价，让塞利亚彻底成为了一个笑话。就是因为你们两个，全塞利亚都因为你们2人感觉到了羞耻。我也替你们的家人感觉非常的羞耻。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，也把工作丢了。那个时候，你们有用脑子想过这件事吗？一个举动就成了这个局面。羞辱他们，你们
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们当时喝多了。不对，我觉得这就是你们内心真实的声音。你们两个就是这么想的。我们是塞利亚人，我们一辈子都为了塞利亚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了。现在呢，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们，他可以帮助你们洗清这所有的误会，同时，他也可以帮助你们挽回荣誉。他可以让你们活得有尊严。布拉德先生，你希望我们做什么？你们跟着我来，自然就会知道一切。必要的时候，我可以为你们两个各自的家人申请避难。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啊？相信你们的选择。如果我们真的到了美国，我们要干一番事业了。营长，我们已经装运好物资，即将返程。好的，好的。返程路上的一些受损路段啊，埃军的工兵已经进行修复了，确保你们能够以最快的时间返回丹城。是。好，保持联系啊。我们被袭击了，我们现在需要被救助。看你们的武器装备可不像被袭击。我就是个普通村民被袭击了，他们还想对我的妹妹下手，她还不到12岁。什么样的袭击？啊，好好看看。给我看看。我的胳膊，我就是用我的这条胳膊抵抗的武装分子。这条胳膊。他可能会因为你的一时犹豫得不到治疗而废掉。报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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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听到吗？嘿，兄弟们，都过来一下。如果不让我们进去，我们就硬闯，然后去医院抢劫药物。别忘了，我们有枪，拿好枪，别在这个时候退缩，知道吗？一会儿都听我的指示。有人想见你们，还想知道伤害你妹妹的事情。好的，医生已经在里面等着你们了，快进去吧。你们没有听错，我要你们去总统府。你们很幸运，不能带着枪到总统府，我要收缴你们的武器。带他们走，去把他们的武器收上来。带他们进去。哼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怎么了？今天的礼物你觉得怎么样？对他们满意吗？你明明知道我现在就在塞利亚，
你不会觉得连个卖命的人都没有吧？不，他们是最容易、最好煽动的斗士。不到一天，他们两个的侮辱和道歉的视频都已经家喻户晓了，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一向不太喜欢别人向我提一些问题。他们不是别人，他们是鲁尔的护卫，他们就代表了鲁尔政府的行为，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，你懂的。用他们给中国维和部队制造麻烦，也就是鲁尔与中方的不和。鲁尔当然不愿意背下这个黑锅的。那他也可能栽赃给马努特。中国人常说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所以不管他们哪一方受到了损失，那么对于我们来说，那都是最好的机会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觉得这一切都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了。一切才刚刚开始。我希望我们可以快点解决问题。我还想回家陪孩子们过万圣节呢。你值得拥有。我们要玩个游戏。Eeny, meeny, miny, mo。恭喜你加入了。谢谢你们。哎呀，外面都是一些持枪的护卫。请坐。请坐。我听到一些消息，说有人伤害了你们，是这样的吗？是的，我们就是普通村民，从距离丹城大概100公里的村子来。武装分子骚扰你们吗？他们刚开始的时候，从1个月来1次，到现在1个礼拜来好几次。他们也伤害我们村的孩子。他们甚至连牲畜也不放过。所以说你是村长？是的，我带领我的村民对抗他们。他们抢夺了我们的武器，还有粮食。我们努力保护我们的村。他们不但抢了你们的东西，还欺负了你的妹妹，是吗？是的，是我妹妹，她还不到12岁，还比较单纯。所以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用武力来保护自己了。所以你们对抗他们才受了伤。他们穿着是什么衣服？是制服吗？还是别的衣服？他们看起来不是我们这里的人。他们不但抢东西，还用枪射杀你们。是的。是什么样的人想伤害你的妹妹？他们是黑皮肤人，还是其他的肤色？其他的肤色。他们穿着制服，还是别的什么？穿着制服。哦，是这样。他们有没有戴着头盔？戴了。他们的头盔是黑色的还是蓝色的？蓝的。听你所说，应该是维和部队伤害了你们。只有他们穿着制服，拿着枪，人多势众，还戴着蓝色的头盔。应该是吧。你记住，中国维和部队想对你妹妹动手，你们发生了冲突，而你和你的好兄弟们一起反抗他们，所以才会闹成这样。
你必须要记住这些，知道吗？中国人戴着蓝头盔，欺负了我妹妹，我就跟我的朋友们一起抵抗他们。你一定要记住，你说的这些话都是证据，好吗？你说你们对抗的是谁？中国人戴着蓝色头盔的。真抱歉，让他们又把痛苦又回忆了一遍。为了塞利亚人民的安全，可能还需要你们再复述几遍。我很抱歉。我们愿意配合。够了，这不可能。欧阳小姐，请你让他们把话说完好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5.8毫米95式子弹，只有中国人才用这个子弹。你必须要调查，并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会向总统汇报这里的情况的，请尽快查明此事。我也希望查出事情真相，不要冤枉了好人，也不要放过了坏人。这件事情当然是要越快越好，你们也要照顾下对面3位，给他们食物、药物，还要给他们安排守卫，保护他们。不管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，我们都要展开调查，你知道？这太荒谬了，这根本就不可能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真的。那我们也没有证据说他们是伪造的呀。人们只相信眼前看到的东西，事实就是这样。我们不能坐视不管，我要给高院长打电话。你现在不能打这个电话。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，都是真的，那欧阳小姐，你现在的行为就属于包庇。这怎么可能是真的？这怎么可能不是真的？丹妮小姐，请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身份，你现在是联赛团最高行政长官呢。你还知道我是联赛团的最高行政长官？你心里真的这么觉得吗？布拉德，我一直都很奇怪，为什么自从你来到塞利亚之后，这儿的局势会变得越来越复杂？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联赛团，现在的形势也变得非常的混乱，非常的复杂，黑白不分。欧阳小姐，你现在的位置非常的重要，不要只偏袒中国人，要给联赛团一个交代。我们不能污蔑了好人，也不能放过坏人。在你眼里我是这种人吗？懒政不作为。好，那样的话，我不如早点打报告辞职好了。我只想要帮助你。你看那小子谁呀？嫂子怎么带他过来呀？他算老几呀？嫂子不知道你容易受刺激，你一受刺激，那脾气发起来。谁受刺激？谁受刺激了？你看他那样，我能受刺激吗？啊，一大老爷们儿，连点辣椒都吃不了。你看他辣那样啊，丹妮能喜欢他？就是，呸！他肯定跟你比不了，是吧？哎，你说他不会欺负嫂子吧？哎，他要欺负嫂子，你得上他扛着。他敢。帮帮我！帮帮我！帮帮我！请你们帮帮我！帮帮我！
帮帮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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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，你们先走，我了解一下情况。帮帮我！帮帮我！你们去哪儿？你们要去哪儿？你们要去哪儿啊？丹城。我儿子在丹城，能不能带我去啊？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！别伤害我，别伤害我！帮帮我！帮帮我！我受伤了，我要去见我的儿子，可以吗？你们帮帮我！好了，我想这些中国人会喜欢我给他们的惊喜的。